位於北京的梁啟超家族墓是國家植物園北園裡最熱鬧的那座墳，來此拍照打卡的遊客絡繹不絕。同時，它也是一處非常反差的家族墓群。這座墳的設計者是梁啟超的長子梁思成，但他本人卻沒葬在這裡，而是葬在了八寶山。墓中埋葬的一大家子人裡，梁啟超的知名度是最高的，他的子女名气個個不如他，但貢獻卻一個賽一個的高，幾乎個個都是共和國的功臣。如今這座家族墓是北京市文保單位，也是国家植物園的重要看点之一。正巧当天，我和汉服同袍红子一起到国家植物園北園賞花，來都來了，正好到梁啟超墓裡逛上一逛。大家好，我是徐工。大家好，我是红子。這次一定點關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在這個地方是北京的梁啟超家族墓啊，一会兒我們好好的逛一逛這兒。我們是2026年3月去的，一路往東走，就来到了梁啟超家族墓群的入口。进院之後，就第一時間看到了一个八角石亭，它的穹頂有一朵大蓮花浮雕，上半側還有石坊木的斗拱，都是簡單的人字拱和一斗三升拱。此外，亭內就空無一物了。按照最初的計劃，這亭子裡要立一尊梁啟超的銅像，後因梁家財力不足而作罷。現在我們沿着側面的林中小路往中間走，然後就在右手邊看到了梁思莊墓。墓主梁思莊是梁啟超的次女，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中國圖書館學會副理事長，同時又是我國圖書館西文編目方面首屈一指的專家。他旁邊的墓碑上寫着王帝炮兵上校思忠之墓，炮就是炮的一體字。這座墓的墓主就是梁啟超第三子梁思忠，他曾經在美國西點等院校學習軍事，回國之後的職務正是墓碑上所說的炮兵上校。之後他跟隨國民革命軍參加了淞滬抗戰，卻因為染病而不幸去世，年僅25歲，非常可惜。前方不遠處是梁思禮之墓，這更是一位重量級人物。梁思禮是梁啟超的第9子，是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之一，曾擔任東風5號遠程導彈與長征2號運載火箭的副總設計師，也是東風系列導彈的主要研發者之一。他目前的火箭浮雕就是對他一生貢獻的銘記。現在我們來看目前的這2塊大石碑，第一眼看過去，發現碑的正面沒有字，一個都沒有，背面有滿漢雙語文字，但全都被破壞了。它的碑首是有吃龍的，側面也有很多龍形浮雕，龍可是帝王之爭啊，怎麼會出現在這兒呢？因為這2塊碑就是梁家人跟滿清皇族買的，原計劃把字鏟掉後，就用它來銘記梁家的事情，但因為財力不足，最後就這麼擱置下去了。在走回中軸線之後，我們又在側面發現了一座小墓，墓主是梁啟超的侄子梁思前，他是中科院的研究員，也是燕京大學教授。他的父親梁啟雄是梁啟超的七弟，也被葬在了這裡。他是先秦哲學典籍的研究者。看完這些，我們準備上去看主墓了。高台正中間的主墓是梁啟超及其第一位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目前的凸字形墓碑是梁思成的設計作品，正面鐫刻着先考任公府君祭先妣李太夫人墓14個大字，考妣就是對已故父母的稱呼，而墓的左右兩側則各有一處若有若無的菩薩浮雕，只有手和臉是清晰的，其餘的地方快被磨沒了。看完這些，我們繞到背面去讀一讀它的碑音，碑音上的字樣是中華民國20年10月，男梁思成、思永、思忠、思達、思禮，女世周、思順、思莊、思義、思寧，喜林徽因、李福曼，孫女人孫敬麗。我來解釋一下世周這2個字，它的字面意思是已經嫁給了姓周的人，說的是梁啟超的長女梁思順在當時已經嫁給了周希哲，所以寫作世周。其餘未婚的女兒則用本名。最後的任孫則是一個統稱，梁啟超號任公，孫輩就統稱為任孫了。以上我們看到的文字都是遵照梁啟超生前遺願寫的，也就是正面寫清楚這是他和他夫人的墓，背面則寫子輩、孫輩這些立碑人的名字，額外的修飾詞一概不要。旁邊的那座小墓是梁啟超第2任夫人王貴全的衣冠冢，這是梁思達、梁思禮等人為他們的母親立下的墓碑。因為他為家庭生兒育女，又對前一任夫人李惠仙的子女有撫養之恩，所以梁家後人種下一棵白皮松，以紀念這位為家庭付出心血的母親，見樹如見其人。至此，我們就看完了梁啟超家族墓的全部看點。我們不難發現，很多在新中國初期做出卓越貢獻的人，背後往往都有一個望族的托舉，梁家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我們在平時是沒什麼渠道去了解這些的，不過是在課本上了解到梁啟超的奇人奇事，然後在逛了山西之後才知道梁思成是多麼的偉大，到了殷墟之後才知道了梁思永的卓越貢獻。這裡提一句，梁思永也是葬在了八宝山，他的墓也是兄长梁思成給設計的，但走了那麼多地方也都是碎片化的了解，只有来到這裡才能把那些細碎的见聞給融合成一个整體，並據此得知每個時代的望族都擁有旁人無法企及的信息差以及社會資源，他們會用這些資源孵化出一些能引領時代改變社會的人，所以這些家族在每一段歷史中都有着很高的存在感，無論在過去還是未來，他們都將會是一股不可或缺的不斷參與歷史的力量。看到這裡的朋友，歡迎點讚、收藏、加關注，和徐公一起讀城，一起旅行。